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在这里呢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出一道题，就是您喜欢看电视剧，那么世界范围之内哪部电视剧重播的次数最多？我告诉大家是86版的《西游记》，到现在为止《西游记》重播了不下3000次，这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最近呢，在当年86版《西游记》里扮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对媒体透露，将会在明年，也就是猴年，那么要把《西游记》系列的3D 影片搬上银幕，启动的呢是86版《西游记》的原班人马。这毫无疑问呢，这是要把现代的高科技和当年的怀旧情怀做一次完美的结合。可以预见，明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影片票房绝对不会差了，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起点，那就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其实我们看了几乎无数有关《西游记》的电视剧，你不论这个演那个演，没有一个人能演得过六小龄童，演得过这个张金来。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提《西游记》，恐怕要找出一个标准的代言人，就是六小龄童，因为他扮演着美猴王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活灵活现。那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六小龄童当初进剧组进的特别勉强，是当时的导演杨洁多少有点这个觉得欠这个六小龄童他爸爸就六龄童张宗义就欠他父亲的人情，说这么的吧，你儿子要来就来吧，很勉强。而且那个时候呢，六小龄童呢他的眼睛不行，600度的近视，200度散光，在剧组里一设计打斗戏的时候，经常把对手给打得头破血流的，就看不准。所以你看后来这个六小龄童练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孙悟空在这里边，比方说唐僧念紧箍咒错怪了他眼神里的委屈，跟这个师弟几个告别的时候眼神里的依依不舍，被压到五行山底下看着飞鸟大雁渴望自由那个眼神，包括对这个妖怪恨到一定程度时候那眼神，大闹天宫时威风凛凛的眼神，这些都要通过他的眼睛形象的传达出来。所以要没有这番苦练，绝对不可能给大家塑造这么一个栩栩如生的美猴王形象。那么86版《西游记》之所以我们现在印象特别深，那不光是一个六小龄童好，整个剧组里这些人都那么准，都那么恰当。你看前2天有一个消息，今年3月5号，这个当初扮演弥勒佛的著名演员铁牛老师享年93岁，与世长辞了。大家记不记得铁牛老师在这个《西游记》里扮演的弥勒佛？你想这个人的形象和这个人物本身气质是高度吻合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西游记》里边这演员，几乎个整个就那么准，包括扮演猪八戒的马德华，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严怀礼呢，老演员在2009年也过世了。就这里边有相当多的演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人物都不分，包括霍启观音院那集里边金池长老那程之扮演的老艺术家。我还记得我们说想多看一日便多留他一日，想多看10日便多留他10日。程之来了一句，那便如何留得长久啊？给人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这些老艺术家在这个戏里边甘当跑龙套，甘当配角，给我们带来很多经典的艺术形象。你像这，我再举几个例子，你像这个车迟国，那个国王和皇后，王后是赵丽蓉演的，这俩人一个比一个皱纹多，在戏里跟一对活宝似的，特有意思。你再下看那个高老庄那集里边，猪八戒老丈母娘，就高小姐他妈是著名的京剧演员高玉倩演的。高玉倩，咱们一些老年观众朋友能记得，《红灯记》里的这个李奶奶，在平原作战里也是她主演。再有像这个《三打白骨精》里边演白骨精那个杨春霞，那是在样板戏这个杜鹃山里边演柯香的演员。这在当时都是角，可是在这里边呢，你给他一集我就演好，给我个配角我也同样能演好。那还有一些演员更是活灵活现，你像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演如来佛那个声入洪钟那个气势，你再找不出第二个演员能演出这种劲儿来。那个扮演者叫朱龙广，年岁大的观众朋友记得，在当初地雷战里他演男一号高传宝。年轻的朋友呢记得他呢，那是《武林外传》里他演佟掌柜他爸，一口陕西腔，很有意思。
我还记着86年我们上学那时候看这《西游记》看的是如醉如痴。当时第一集演的是86年春节是试播，演那集叫《除妖无极国》，就那国王真国王被给扔到井底下，猪八戒到井底驮死尸上来那集。演国王那个演员叫雷鸣，老演员，演过小花啊什么这类的经典的电影。雷鸣应该是2010年也没了。所以这里边有相当多的演员，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呢，你可以看发现那当初都是角儿，可是在戏里边呢任劳任怨。这戏里边这些演员，就是我们在看鱼贯而出的时候呢，每一个角色给我们带来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就是你感觉每一个角色在当时都是用心用力去演，而不像现在有的电视剧跑龙套呢糊弄事儿一下一闪而过。所以86版《西游记》呢，为什么能重播这个3000多遍呢？这就是每一遍它的收视率都好，电视台才愿意选择，以至于现在你一看这个《西游记》重播了，你就想起来这寒暑假就到了，因为孩子更喜欢。那么这个剧呢，是1982年中央电视台立项开始拍，到86年试播，基本上到87年才陆陆续续都拍完，而且原定呢，是打算呢，拍这个40多集。后来呢，陆陆续续的，由于经费各种原因呢，总共是剩下了大概41集。第一波演了25集，后来呢16集呢是2000年才上映，因为当时有很多技术达不到，你像真假美猴王那时候的特技就拍不了，所以一直隔了都有10来年之后才推出。那么当初拍这个剧的时候呢，有一片质疑声，说这剧里边取景啊，全国各地都走到了，只剩下有5个省市自治区没到，是哪个？台湾省没到，湖北没到，西藏、青海、宁夏没到，剩下的26个省市自治区都走遍了。很多人说你这干嘛呀？这不游山玩水吗？啊！结果后来有调查组都到这剧组调查去了，才发现呢，敢问路在何方里那句歌词用到剧组身上太贴切了。什么呢？叫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这剧组太辛苦了，为什么？当时经费严重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呢？剧组里只有1台摄像机，所以他拍这些集用了大概是5、6年时间。那个时候剧组演员一天的这个伙食配额，一顿饭就5毛钱的配额，而且拍摄条件呢，那是苦到一定程度。当时我们这个空中高来高走，没有那特技，学人家香港人怎么吊威亚，就在空中吊，结果用那个绳子呀，有时候都不结实，很多人都那么摔下去过。有一次吊威亚就吊沙僧严怀礼，严怀礼当时170多斤，一下子那绳断了，啪嚓摔下来，砸到这个一位姓王的摄像身上，当时就把这摄像给砸晕了。所以那个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拍摄过程当中，像我刚才说，这种危险经常存在。我这里给大伙说一个小插曲吧。那阵拍电视剧，它不光是《西游记》，你像三国里边打斗戏很多。当时的星光大道主持人，我的朋友老毕是那里边的摄像，他拍的就是常山赵子龙赵云从远来，就胯下马整中枪。老毕说，为了真实一点，是你近一点，我躺在地上仰拍你。结果当时演赵云的演员是青岛人，叫张山，一使劲呢，这枪没收住，一下就是怼到老毕的身上，当时差点就把老毕给弄死。就说当时这个拍戏呀，是非常艰苦的，还危险。而《西游记》剧组呢，顶着这个呢，一一的把拍出来了。到后来再拍的时候没钱了，因为那时候物价涨了，东找西找的，总算从铁道部第11局弄了300万经费。先拍15集嘛，后边打算再拍15集，没拍了，只能砍掉5集，再拍10集。所以第一次播映的时候呢，总共就25集，后来才又补了16集，加起来41集。所以说《西游记》当时拍摄过程当中啊，真是历尽千难万险。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什么？这个确实是精品，演员演得非常精当，导演各个方面的配合呀，包括整个围绕这个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说得上是步步莲花。就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剧呢，你无论是演员的演技，还是配乐，还是剪辑，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当时一个巅峰。就是跟今天的电视剧比，它也不差哪儿去，除了一些科技原因以外。其中我认为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西游记》的配乐，它里边呢总共有14首歌，还有大量的配乐。
这个配乐体现的是当时的一种创造性。我们大家应该记住这个名字，他叫许镜清。这位老先生当时是《西游记》的整个音乐总监。他配乐呢，当时有很多创新。你比方说，把这个架子鼓、贝斯这类西洋乐器和这个古筝、琵琶这类传统的乐器揉到一块。你看咱们《西游记》一开始的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包括后来的咚咚咚，这个，这都是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一种结合。就是如果我们现在重新听《西游记》里的歌曲音乐，你会发现它的优美程度，它和剧情的高度契合度非常非常了不起。咱们可能很多人对配乐记不准了，但是很多歌你能记住。咱们把这些歌回顾一下，你就发现作词作曲真是完整优美，非常准确。咱们简单说，跟孙悟空有关的歌有3首。第一首呢，齐天大圣歌，大伙还记不记得那个旋律稍微有点滑稽幽默，那个齐天大圣就是我就是我，这歌后来也被变成讽刺猪八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孙悟空有关的歌呢，是齐天大圣歌，就是腾云驾雾追空逐电，一个跟头10万8千。就这歌当时呢是用通俗唱法来唱的，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把孙悟空的个性烘托的淋漓尽致。什么说什么艰险磨难，怕什么鬼怪神仙，撤开如意金箍棒，打他个地覆天也白，词做的也好。再有一首歌呢很抒情，他是孙悟空呢被压到这个五行山底下之后，抬脸看着天空飞过的大雁，地上青青的绿草，那种感叹。那词儿做的也好，叫它多想是棵小草，染绿那荒郊野外，它多想是座飞燕，闯翻那滔滔云海。这3个歌把孙悟空当时那个心情描摹的淋漓尽致。再围绕着唐僧，那歌就更多了。比较典型，你像那个杏花仙，他跳舞又弹琵琶迎接唐僧，什么桃花艳梨花笑，怎比我枝头春意闹，雨润红子娇雨润红子娇，雨润红子娇，非常优美。跟唐僧相关的歌呢，大量的出现在女儿国这块。这里边有几个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头一个女儿情，就那个鸳鸯双栖蝶双飞，反映女儿国王看上唐僧了，那种眷恋的心情。这个歌呢其实是一个曲儿2个词。刚见到唐僧的时候叫女儿情，后来唐僧毅然决然的离开他走了，继续西天取经了，这歌好像叫别意难。后边什么这个你看月儿又能有几十圆，前面结尾是爱恋意，愿今生长相随，后边就变成了远去也远去也，从今后魂梦绕牵。就等于一套曲儿2个歌词，反映人物心情。这些歌你不发现一下子把唐僧的心情给拖活了？就他不是没有七情六欲，他只是为了取经大业呢，自己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把唐僧的纠结和痛苦呢也都写得很清楚了。还有一些呢唐僧压根不接受的，你像那一首歌非常有名，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这就是那个李玲玉，前个皇后李玲玉唱那个，大家还记得里边有很多小节奏，哦沙利瓦沙利瓦。当时这歌是有印度风情的，因为拍的是天竺国嘛。这歌怎么唱呢？咱们自己的作词作曲的人找不着抓手。好在那个时候呢，像《流浪者》大篷车呀，就是印度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就仿照印度歌曲的模式创作这个，结果模仿的似模似样。后来这李玲玉呢，前几年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唱，而且剧里边这些导演呢启发他，包括给他造型，说你看你跟印度造型多像，眉头间这个小红点儿，然后这上戴着那手环什么的。当时李玲玉演绎这个玉兔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当时导演就告诉他，这里边你就把那沙利瓦沙利瓦唱好就行了，因为我们这是个诀窍。有些民族的歌曲呢，你往往就逮住它几个尾音常用的，你像一唱西藏歌，呀拉索什么次音拉索，一有这个你就知道是西藏歌。所以当时这个歌曲和剧情的契合度是非常非常包括和唐僧师徒4人有关的呢，
后来取经回来了，有那么一个取经归来的歌，歌词做的也挺好。一开篇头一句叫一年年寒辛如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佳。最后是人生总有险，功也总无涯。当时是这些人回到长安，当时太宗李世民出来迎接，这时候师徒4人过来，这段时候放这个歌，这是《西游记》收尾的一个歌，非常非常漂亮。当然我们要说这些歌曲呢，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它的绝对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这个《敢问路在何方》呢，作词是严肃，作曲许正清。那么演唱者有2个人，很多人说2个人不就蒋大为吗？如果您当年看过这个电视剧，从头看你就有印象，他的头5集是由当时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张宝默演唱的。当初这个歌张宝默一唱的时候，那这没反映男人这个雄心壮志吗？踏平坎坷成大道吗？所以就说你得再考虑考虑。这把导演杨洁给急的，这都已经开播了，正好这时候蒋大为到中央电视台录歌，这时候杨洁找到蒋大为说：“大为呀，你给我录我听听。”蒋大为录完了，获得了大家广泛认可，这剧总算如期播出。其实我们今天听起来，张宝默、蒋大为唱这歌呢各有长处，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呢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可能需要更强烈的这种感觉刺激，给大家带来力量。那毫无疑问，蒋大为的歌声的力量感要比张宝默要好。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熟悉的影视剧领域经常出现。你像咱们听到那个三国里边那个滚滚长江东，这歌大伙儿都知道是杨洪基老师唱的。可是当年最开始唱这歌不是杨洪基，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万山红唱这一版之后说三国是男人戏怎么能让个女人唱这歌呢？要求重新录。这么找到杨洪基，杨洪基当时也是无心插柳，随便就录下来，没想到这歌一下子红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歌手唱歌真有时候看运气。当然我们得说这敢问路在何方，这是整个西游记的压卷之作这里边的歌词，严肃老师的歌词，许镜清的谱曲，蒋大为铿锵有力的演唱，成了86版西游记最有力量的一个音符象征。美人鱼、澳门风云3、三打白骨精3部大片轮番的往上登新高创纪录。那么就在今年春节之前呢，我身边有很多电影迷在跟我分析说这3部大片哪个最看好。很多人一致看好美人鱼，往下排呢是澳门风云，因为有周润发、刘德华这些人撑着。最不被看好的是三打白骨精。为什么呢？这理由很充分，就是这些年来有关西游记的戏有点被拍烂了，而且像三打白骨这样的老梗、老故事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所以就在春节之前呢，有关三打白骨精的吸引大家眼球的东西，甚至远远还不如呢六小龄童是否能上央视春晚这个话题更吸引人。可是呢，经过春节这个贺岁档之后，我们回过头看三打白骨精，我个人觉得起码不输给美人鱼，那要比那个超级大烂片澳门风云要强得多。有人说老梁你为什么这么看好这三打白骨精？和大家实事求是说，我认为今后谁在拍西游记的戏，包括周星驰接下来要和徐克合作一个西游降魔之后不有个出妖吗？合作这个西游出妖篇。那么现在这个三打白骨精就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高峰。为啥呢？这个三打白骨精拍的跟以前所有的西游记的版本都不一样，它有很大程度的突破和创新，它甚至重新解构了西游记里边的人物关系，包括对降妖除魔有了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一种终极解。有的观众朋友说老梁你说这个我不懂怎么回事？那好，我具体说说这个三打白骨精它的重点突破在哪儿。有2大重点突破，一个是巩俐演这个白骨精的突破，一个是冯绍峰演的唐僧的突破。咱们先说这白骨精。白骨精是西游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妖怪，
它的作用是其他妖怪代替不了。你看为啥叫三打白骨精？咱们现在有那么句话经常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好，重要的妖精你也得打3遍，白骨精白骨精白骨精，所以这叫三打白骨精。说白骨精这妖怪重要在哪儿呢？大伙琢磨琢磨，西游记里头的妖怪凡是特别厉害的往往都有后台，要不就是太上老君身边的童儿啊，要不就是弥勒佛祖旁边的人，反正都有点来历。而没有来历的妖怪呢，往往就被孙悟空一棒子给打死了。那么有来历的妖怪当然厉害，有的时候孙猴都拿不住，他得上西天呢，上这个玉皇大帝那儿去搬救兵去。但是你再厉害的妖怪，充其量是啥呢？把唐僧抓走了，把孙猴打败了，也就厉害到这程度。可白骨精这么一个没后台的妖怪，他做到了什么呢？不仅仅说抓唐僧的问题，我甚至能让你整个取经团队啊，在内部内讧，土崩瓦解，让唐僧跟孙悟空弄得不可开交，遭遇到西天取经过程当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分裂。这是白骨精制造的。那么白骨精靠什么制造呢？靠他的精湛的演技。不光是能力，他的演技非常高。高在哪儿？你看我们都知道三打白骨精过程当中，白骨精有3次变化，变个小姑娘，变个老太太，变个老头，一家3口。这小姑娘是靠什么呢？年轻漂亮啊，色诱，引诱的猪八戒啊，这个心惊动摇的，试图通过这个接近唐僧。哎，这是用色诱方式，最后被孙猴识破了，把他打死了。那第二个老太太出来了，不再用色诱了，80多岁老太太变成什么了呢？装可怜。哎呀，我女儿被你们打死了，你怎么这么缺德呀？我多可怜呢！给唐僧增加心理负担，也被孙猴打死了。第三个老头出来了，白骨精变化成老头干嘛？这次不装可怜了，道德批判。有你这么当出家人的吗？连伤2命，你把我也打死算了，你这样还取什么经？从道德上否定取经的合法性。色诱、装可怜、道德批判，3大法宝运用的非常娴熟，最后把唐僧弄得要崩溃了，跟孙悟空决裂，你滚回去吧，回花果山吧，再留悟空难取真经。所以白骨精是西游记所有妖精里头的第一演技派，演技非常了得，非常重要的妖精，甚至把取经团队都要弄分裂了。那么如此重要的妖精，我们看西游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没有给白骨精呢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身世经历。就白骨精光是出现这么一段，那么他从哪儿来啊？最终要到哪儿去了？没有最后的描述。我们看一个重要的人物，影视作品要把原著的人物发展，基本上会给他设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个人小传。就比方说孙悟空，我们知道孙悟空神人猴3位一体，他的脾气秉性能耐，西游记里和其他作品都给解构了，唯独没有人写过孙悟空的爱情。那好，周星驰站出来了，一部《大话西游》把孙悟空跟紫霞仙子的爱情写出来了，这等于完整的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履历。那么我们说三打白骨精就把白骨精这个人物给丰富了。他怎么丰富呢？首先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这里边借助老太太的嘴里说白骨精是怎么来的呢？18岁那年嫁到一个村庄，可是嫁过去当天呢，这村庄着火了，村里人就认为啊，这个媳妇不吉利，得把她弄死，她不死全村人没好。于是这个媳妇成了愚昧的牺牲品，被送到悬崖上活活饿死。这一饿死，怨念太大了，一股怨念变成了巩俐演这白骨夫人。这些凡人就是武器。我是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危害人间的恶魔，往往都有一段曾经被人类深深伤害的历史。这点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头、影视作品里都能找到影子。咱们看周星驰拍的《西游降魔》里边，沙僧和猪八戒，他为什么成了水妖和猪妖？师傅，
在《西游降魔》里有完整的解释，他们也曾经被人类深深的伤害过，所以这是一种怨念积攒下的报复心思。那么其实这个就非常合理的解释了白骨精他前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在这里边有那么大的怨毒。你看里边所有的体现都感觉他哪怕是云淡风轻，也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恨，一种深深的报复。所以他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又解决了白骨精到哪儿去的问题。就是原著里头说一棒打死魂飞魄散拉倒了，这里头白骨精是什么呢？被唐僧用牺牲自己性命的办法进行度化，这个度化显得高人一等。就妖魔鬼怪我不能光消灭你，我最重要的是要消灭这些害人的恶念，这是最主要的。所以他等于呢给白骨精呢在普度众生的意义上一个圆满的归宿。所以我说首先三打白骨精对白骨精这个人物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真没有哪部影视作品如此重视一个妖精。你想这么一个妖精能让取经团队分裂，他这里头有好多很细致的东西，怎么去挖掘它？三打白骨精做到了。他为什么对白骨精这人物这么挖掘呢？他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也达到了，就是解决唐僧的问题。唐僧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三打白骨精里边费翔演那个国王，他指着唐僧鼻子骂，说你有什么本事？你哪个徒弟都比你强，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带头人呢？你就是个窝囊废。其实类似的责骂我们似曾相识，西游降魔里边文章演那个唐玄奘，那不就是吗？也被很多驱魔人说你有什么本事拿个儿歌三百首像我们，就责骂唐僧，意思你手无缚鸡之力个小和尚，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核心呢？那么以往也曾经有很多人在说这问题，凭啥唐僧是头？凭啥唐僧就念紧箍咒呢？一种阴谋论的解释方式说呢，唐僧呢是如来佛祖驾下二弟子金蝉子转世，像取经这么重要的事儿，佛祖咋也得安排个自己人吧？这是一种阴谋论，他把取经团队的这种意义给完全庸俗化了。那么在这里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唐僧为什么是取经团队的头，而不是本领最大的孙悟空呢？这里边解释，孙悟空火眼金睛看的是真相，唐僧肉眼凡胎看不见真相，但是他眼睛看到的是心相，心里边的东西。这个具体解释是什么呢？孙悟空对付妖魔鬼怪，你是个妖魔鬼怪，好，我就要把你消灭。这种什么方式呢？以暴制暴，用恨来对待恨，用黑暗来压制黑暗，用暴力来制服暴力。那么唐僧看到的心相是什么呢？就你表面上你就是真相，你是个害人的妖魔，但你为什么害人呢？你这种害人的恶念从哪儿来呢？我真正要消灭的是你心里这股恶念。说白了，我不是用暴力制服暴力，我是用爱去化解恨，我是用光明去化解黑暗。其实我跟大家说我心里的话啊，爱和恨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爱要比恨高出好多层次。同样，光明和黑暗不是一样的概念，不是说光明有亮，黑暗没有亮。光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远远大于黑暗。所以三打白骨精里边真正从佛学的意义上来讲，把唐僧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高于孙悟空的地方给点出来了。以往的任何一部跟西游记有关的作品都没有把唐僧抬高到这个高度，尤其是他跟孙悟空之间这个师徒关系你怎么去解构，而这部作品里做到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三打白骨精的主角是谁？一个是唐僧，一个是白骨精，孙悟空是这里的配角，他根本就不是主角。所以这部三打白骨精我认为成功在什么地方？其中一个主角白骨精演得太精彩了，巩俐这个气场大得吓人，就是白骨精无论一颦一笑都能看出那种深深的怨恨，那种蓄势待发的报复心理。就虽然白骨精在这里是个妖魔鬼怪，可气场强大的像一个已经上满了弦的哈姆雷特一样，他要复活，他要复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到位。
那么他不足之处在哪儿呢？另一个主要人物唐僧并没有丰满起来。冯绍峰演这个唐僧呢，好多地方都能看出《大话西游》里那个 Only You 那个罗家英的影子。就是冯绍峰的演技呢，很难把唐僧最终看到心相之后，舍身普渡那种宝相庄严、悲天悯人演出来，他这个感觉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三打白骨精的缺憾在哪儿呢？唐僧这个角色没有完全丰满起来，而白骨精这角色几乎撑起了整部电影。有人说那孙悟空呢？孙悟空可以忽略不计，本身就是个配角。再说郭富城演的孙悟空，我是觉得非常呆板，没有什么生动的地方。我说一场戏你就能看出他跟巩俐的比较，这段戏特别到位。就是作为一个白骨精，他的气场强大到哪儿？他找孙悟空底下密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说你看齐天大圣逍遥自在，为啥让个小和尚能耐让你差那么多，念紧箍咒天天管你呢？你呀别跟我纠缠，你让我把它吃了，我也得好处，你也自由了，何苦呢，是吧？而且最后白骨精有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和我都是妖。那么这幕戏里边，你看巩俐演的白骨精那个眼神，那个魅惑，那个诱惑，包括最后果断决绝的时候那种强大气场发出来的力量。你再看郭富城演的孙悟空，四个字：呆头呆脑。这就是演技上的差距。所以我说这部戏的成功，首先一个是编剧导演在理念上解构了《西游记》里头的人物，重新树立了一种佛学意义上的解读，这是第一个成功。那么巩俐在这里头最突出的表现是呢，白骨精应该恐怖张牙舞爪，但是他这里边演的这个白骨女王、白骨夫人气定神闲，你看起来就是地道的女王范儿，是一种冷艳版的高冷版的埃及艳后，不着痕迹。假如说他就把白骨精表面演成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意思了，那都。其实这一点从巩俐出道开始他就知道，主角的复杂性决定了一部电影的高与低。如果我们看一部电影，这主角脸谱化，他就这样，就这么个人，这电影没意思了，主角被你一眼看到底了。我们过去看很多有关于这个战争的片子，都是好人坏人脸谱化，所以你看完你不觉得这片子有什么深度。只有这个主角呢，他不是你一眼就能看穿的，这个片子才有意义。当年巩俐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善于演这种内心世界很复杂的主角。咱们大伙都知道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很多人还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最后选谁演《红高粱》里边这九儿呢？选来选去呢，两个被选，一个是来自中戏这巩俐，再一个是史可。所以你当时按照外形看呢，史可有优势。为啥？史可当时啊人很丰满，很漂亮，厚嘴唇也挺性感。按照原著《红高粱》那个作者莫言，他解释呢，这个九儿呢是一个水分充足、含苞待放的带刺儿的玫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可更接近九儿，而巩俐当时呢显得很单纯、很清纯，一个瘦瘦的大学生模样，跟那种充满着叛逆感的活泼的生命力的九儿呢形象有个反差。可是最终张艺谋为什么定巩俐呢？很多人说俩人掷硬币，其实那是无稽之谈。真正决定作用是张艺谋的认知。有人说对，那张艺谋跟巩俐还好过呢。对不起，那是拍戏以后的事儿，拍戏之前还没这个呢。张艺谋当时怎么认为的呢？说九儿这个人物啊，他充满这种倔强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一眼看这个人就是个活分人，那这个东西就浮在纸，就没多大意义。我们要的是他内心迸发出来那种活力，那种生命力。最后和教父于占鳌两个人也和，然后后来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戏。我说这个人是骨子里的东西在往外冒，如果就浮在表面上没意思了，如果反差大点，骨子里东西出来，这才能打动人。其实张艺谋这个论断非常精辟，就是一部电影的主角如果被一眼看透了，观众一看就这样，就没意思了。所以主角越复杂
反差越大，反而这个电影琢磨头越重。而配角不是，配角呢脸谱化一点还倒好办，为什么呢？观众看着没负担。你要主角复杂，配角复杂，这戏不成猜谜了吗？再一个，配角不复杂，可以有效的推进情节，让情节加速减慢，这在导演控制内。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单向无贼》里边刘德华演的是个贼，王宝强演的是个受害者，一个农民工。你看刘德华在这里贼是个坏人，但是他就不是脸谱化的。刘德华这形象演正面人物，英俊小生，所以只有通过这你一眼看不透，这既像贼又不像贼，所以最后刘德华为保护王宝强牺牲了，才显得格外震撼。所以这个主角他一定要复杂起来，而王宝强呢是个配角，他不需要这个，脸上挂相就行。我就是一个有点发傻的，没见过世面的，你怎么骗怎么是的。把傻根这个人物演得越表面化，情节推动越快。所以这是主配角之间的关系。我再举个例子你就可能更清楚，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边那个张柏芝演的柳飘飘，那是个风尘女子，夜总会的这个歌女。如果你按风尘女子标准选，那就没意思了。周星驰为什么选刚出道的张柏芝？张柏芝这时候骨子里有那个倔强的劲儿，也有那清纯的劲儿，反差越大，这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出都越丰富。一开始他随便陪这个尹天仇睡觉，到之后尹天仇我养你啊，把他感动的稀里哗啦，哭得梨花带雨的那一幕，很多人看了都哭。为什么？这时候人物的反差出来了，张力一下出来了，这是电影真正魅力所在。所以我说巩俐从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习惯于演这种和内心世界外表之间反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戏，使巩俐自身演戏的风格变得张力十足，气场非常强大。所以我说巩俐这里边戏好，和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能把握主角变化非常大的内心世界，把握主角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再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里边巩俐可以做到了装啥就像啥。你比方他里头演那个81岁的老太太，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是谁演的呢？那根本看不出是巩俐演的，为啥？化妆化的反差太大了。就是巩俐她以现在50出头的年龄，能把那老太太那个老糗劲、眼神、动作都能抓像，这是非常困难。为啥呢？这个东西来自什么？他平常下功夫。我说到这儿呢就挺感慨，当年巩俐演戏那个时代，就80年代时候，很多演员都知道一个词儿叫体验生活。就是我要演个农民，我就到农村待几个月；我演个士兵，我就到部队待着。现在谁能拿出这功夫？一个抢钱的时代，这演员挣钱还来不及，谁有这功夫去体验生活？但那个时代就能做到。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演员他基本功很扎实，他是从生活当中走出来的。咱们还说巩俐当年演的秋菊打官司，很多朋友还记着，很多人一看巩俐是看脸似的呀，这怎么反差这么大呢？那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啊，那个形象啊。巩俐怎么做到的？在陕西农村待了3月，体验生活。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张艺谋当时拍秋菊打官司用了大量的素人演员，说白了就群众演员。这用群众演员呢是个双刃剑。你看呢，一群人都会演戏，专业演员里边搁一个素人，那他肯定傻了吧唧，一下就突出了。可是如果一群都是素人，都是群众演员，里头有一个专业演员，这专业演员比谁都傻。为啥？就你显得会演戏，剩人都不会。所以张艺谋对这个把握是很准的，就像他后来拍一个也不能少，里边那些小孩全是农村找来的。本来开始主角定一个专业演员，后来张艺谋一想不行，干脆主角就找13岁的魏敏芝，也没演过戏，所以这个戏拍的毫无违和感，你感觉很和谐画面。如果有一个专业演员，你别扭死了。而且作为专业演员，他也知道他不能就我一个专业演员，身边都是普通人，都是群众，他不会演这戏。为啥？太别扭，一下把他显得特别傻。那么秋菊打官司里头呢，专业演员很少，巩俐算一个，当时刘佩琦算一个。那么巩俐为了能够演好这么一个农村妇女，
就真跑到陕西农村待了3月，一切都跟农村妇女一样。这3个月之后，所以这他在那么多素人演员当中，他才显得丝丝入扣，和整个大背景和谐的非常非常准。所以我说那时候演员能下这么大力气在这上琢磨，现在演员有几个能做到的？你看咱们说演这个跟自己年龄反差大的，这白骨精这是一个，还有14年那个归来那电影，他演那个得了失忆症的那老女人，但是也挺好。冯婉瑜啊，想自己的丈夫陆焉识，可陆焉识回来了，他认不出来了，忘了。那么为了演好这个失忆症啊，后来是陈道明跟我说巩俐啊，花了1个多月时间，专门和失忆症的妇女打交道，近距离观察和她聊，看失忆症是什么感觉，它分成多少个层次，就完全想不起来了。能想起一点吧，有点困惑，能想起大半了之后呢，是有些痛苦。等彻底想不起来，云淡风轻，没事人似的。这些层次感都是通过1个多月和失忆症妇女接触得来的。所以这个层次感使冯婉瑜这个角色立得非常扎实。我特别想说那么一段戏，就是陆焉识在楼上通过弹钢琴想唤起冯婉瑜的回忆。这时候冯婉瑜呢从楼下往上走，听到钢琴声了，好像又回到了当初跟陆焉识两情相悦的时代，然后充满着喜悦，一点点接近，一直到看到陆焉识的背影，看到他在弹琴。这时候陆焉识站起来回身，以为两人就要幸福的相认了，突然间记忆到这儿断了，冯婉瑜又不认识他。这个过程，人物内心世界外表的反应，可以说对演员的考验非常大。我们要重温这段戏，你看看，那不光是陈道明演的精彩，你看看巩俐演的冯婉瑜相当到位。那么这些东西靠什么呀？就是靠演员扎扎实实的下功夫。我是觉得一个演员呢，从没有名气那时候开始，到有了名气，什么都有，最终再到演技达到画境，他其实是走过一个圈。起点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要努力，他努力进人物，我们说体验生活下多大功夫都正常。后来一点点名利都有了，用不着那么费劲了，觉得演技也成熟了，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脱离这个。但是当他到了名利，已经认为我已经这些都不缺了，我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时候，他如果还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他会往回走。怎么往回走呢？开始一点点往回捡人物的感觉。我接一个角色，我就一定扎扎实实把它负责好，我还会像当初我开始演戏的时候一样，去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我要花功夫，我要让每一个形象成为经典，对得起爱我的观众。所以我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员，他经历的过程都是1、2、3、4、5、6、7、8、9、10，然后到顶之后，他想维持住或者有更高的追求，他会19、8、7、5、6、3、2、1，往回再走到这个1。我们有句臭了大街的话叫不忘初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你当初是怎么做的，可能转一圈之后你还会回去。每个人要想真正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恐怕都要走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就跟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是一个道理。你开始想怎么做，那么一步一步接近雷音寺了，你要成功了，你不应该改掉你当初的东西。包括沿途上遇到女儿国了，遇到什么朱子国了，有一些大富大贵要来临的时候，诱惑你脱离取经团队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忘当初你从长安城走出之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思。所以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也是一个从1、2、3、4、5、6、7、8、9、10到19、8、7、6、5、4、3、2、1的过程。所以用传统评书《西游记》里头定场诗来说，非常精彩。什么叫19、8、7、6、5、4、3、2、1？那就是君山10万载，佛坐9莲台，猪八戒7情6欲难割舍，孙行者5行山下苦难挨。最难得师徒4人，秉却了3心2意，一路西来。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